我们在坟场发现了他的身影。哦，那家伙终于敢现身了。哼，不怕死吗？库罗德，那就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抓过来。遵命。是不是打败你，才会放过我？那看来是没谈拢了。手下躲不掉，也来不及格挡。这就是你的实力。还没分胜负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把你变成亡灵带回去。认输吧。做梦。蓝不灵。还好只是梦啊！等等，啊！不是这地下城入口，竟然真的上到我家里来了！2030年，世界各地相继出现地下城入口。在经历了一系列探索、争夺、开发和地下城失控所引发的骚乱后，各国政府确认了5件事：一，入口无法被破坏，但攻略地下城可以使其关闭。2. 如果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攻陷地下城，那么该地下城入口将翻转，地下城内的怪物将会领入这边的世界。3. 步入地下城并存活的人类将成为冒险者，自此踏上超凡之路。4. 地下城内的怪物等级越高，攻略该地下城的收益越高。5. 最高等级的地下城 BOSS 连核弹亦无法完全消灭。过去10年，地下城入口逐渐被公众所接受，有关地下城和冒险者的情报也被允许逐步公开给公众。冒险者周刊报道显示，冒险者人员十分稀缺，但却人均千万富豪。这一消息令冒险者这一职业变得非常受欢迎。对普通人来说，冒险者就是一步登天的门票。所以你过去3年的冒险家生涯，为你赚取了超5亿的财富。当然，对于刚刚成为传说级冒险家的我来说，这只是个开始。但少有人知道，每一位高等级冒险者的背后，都有许多普通冒险者和无辜平民的牺牲。而我们的主人公陈海，恰好是知晓这一秘辛的少数人。你还真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啊！能让人一夜暴富的地下城，可对我来说也没啥用啊。毕竟我又不缺钱，而且我记得地下城的死亡率好像很高，搞不好我会死。要不把它上交给官方冒险者协会算了，说不定可以换点特别的好处。嘿嘿嘿嘿。谋杀倒慢。但放这也不是事啊！时间一到，入口翻转，怪物全跑出来，大家都得遭殃。这样，我先瞅瞅这地下城啥类型，要是死亡率高，我就搬到别的城市，走之前报警让警察来管；要是死亡率低，我就自己搞定。真搞不定的话，再搬家，然后报警。嘿，运气不错，是 Level 2的狩猎型入口。地下城入口的等级可以靠入口的规模判断。陈海家的入口太小，只能是入门级。
你好，有您的快递。来了来了来了，是你的快递，在这签字。好的。说起来，小哥你该不会是发现了野生的地下城入口吧？不然为什么要网购锁子甲？完了，不会暴露了吧？我玩全甲格斗的，之前的防具换，打算换新的。怎么了？有问题吗？没问题，我就是随便问问。感觉这人很奇怪啊，难道是我想虽然多了？早就知道一般市民对成为冒险者这件事有多着迷，但是被人这么生硬的试探，还真是有够惊悚的。还好我伪装的不错。不过这个箱子会不会有窃听器啊？还好没发现窃听器。忍住，还有胸口也有一点点闷。怕眼镜在战斗中不方便，从而携带了隐形眼镜。没有防身武器，就在附近消防器材店随便买了把消防斧。啊，锁起来倒是不影响，还行。那么，出发吧。啊，不是地区地形吗？那看来我的首战对手大概率是豺狼人了。讨厌，这套锁子甲没白买。说起来，根据官方提供的情报，新人进入地下城后会激活冒险者面板，脱离条件也会出来。我的呢？来了。我记得普通人基础属性是10点，8点算弱，14点就很牛了。我不咋锻炼，力量和敏捷才9点，很正常。但智力有16点，真没想到啊！虽然智力和魅力是前期最没用的属性，但16点的智力，就算是协会或者财团内部也不多见吧？膨胀了，膨胀了！冷静，冷静，看一下地下城的脱离条件吧。脱离条件：杀死任意一只潮汐鱼人。通关条件是全灭一个潮汐鱼人小队。等一下，为什么是鱼人啊？我血场过敏啊！就不能给我安排点正常的对手吗？啊！不是吧？这都被躲过去了。不是，这个地下城的难度标注是不是搞错了？一个落单鱼人就能把我打得差点翻车，如果遇到满编的鱼人小队，我岂不是要就地归西？啊，等级增加了 ，Level 2菜鸟，我的称号我与潮汐鱼人5-5开，这玩意儿侮辱人是不是？算了，今天就到这里。还是等我请个健身私教，把基础属性练上来了，再来挑战这个地下城吧。累死我了，半年的运动量都干出来了。又咋了？哦，任务结算呢？我记得地下城的任务结算好像也能爆出奇物的。嘿嘿嘿，我的要求也不是很高，给我瓶加属性的迷药就行。菜怎么了？谁还不是从菜鸟过来的？气死我了！
罢了罢了，有总比没有好。让我看看这个保温杯有啥功能。该物品每天可以凝聚500毫升纯净水，可升级。这垃圾东西谁要啊？气死我了！你好，我预约了安教练。哈，您就是陈海先生吧？安教练已经在 VIP 室等您了，请跟我来。好的。没想到东山这样的小地方，竟然也有专门为新人冒险者和冒险者候补提供塑身服务的健身教练。冒险者的6大基础属性中，力量、敏捷和体力是可以通过锻炼得到显著增长的。这一年的健身费也太贵了，都和我一本新书的版税差不多了。不过只要能让我的身体素质在短时间内得到显著提升，陈海先生，这点钱就花得值。陈海先生，您之前有过健身经历吗？没有。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请安教练？新手打基础的话，请普通一点的教练就够用了。还是说，陈海先生，你已经成为了新人冒险者，比较赶时间？这旁敲侧击的，还真是够直接的。哼，有条件的话，那肯定要请最专业的。以冒险者为目标，普通教练不能算是好的选择。这样啊？我总不能和你说实话吧？那您应该能和安教练聊到一块儿去。东山市最好的健身教练会是啥样的？好紧张。啊！和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还以为会是个肌肉兄弟，结果到头来，这不是个小白脸吗？我的课程这么贵，竟然也能预约得出去？开玩笑的吧？就是你想成为冒险者，跟我来吧。3、4。我撑不住了，教练。5。真的撑不住了。好，你到这里吧。30公斤举了5次，换算一下，你目前的单次最大重量应该在35公斤。作为健身小白，结合你目前的体重，你这个卧推成绩算是偏弱的。什么情况？虽然我知道我的身体能力低于平均线，但是这也太弱了吧？正常的老哥们不都是人均50公斤起步的吗？陈海先生的基础有点差呢，35公斤的极限数值换算到冒险者面板上的力量属性，应该只有9吧？普通人的力量、体能和敏捷数值是相对平均的，不会偏差太多。他现在这个状况，要在1个月的时间里变成冒险者，几乎不可能。那一般要多久？这个看你，如果天天练的话，差不多1个季度就能达到3个11了。这个11是你成为冒险者后面板上给出的约束，换算下来的话，就是比普通人略强。明白了。所以，办卡吗？那就先办一个季卡吧。我去哪儿交钱？转给我就可以了。好耶，以后撸铁不孤单了。认识一下，我叫徐茂，是健身馆的签约冒险者，以后多多关照。我叫陈海，畅销书作家，您也多关照。说起来，一般只有家境很好或者跟协会签了长期合约的冒险者，才会找安教练这样的专业教练。因为我不缺钱呀，我写畅销书赚的钱，在东山又花不完。既然以冒险者为目标，那肯定就要找最好的教练，打最牢固的基础。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发现了野生的地下城入口，并且已经成为冒险者了呢。作为前辈，我得教你一些冒险者之间才流通的基础常识，免得你以后被人坑了。冒险者首次下地下城时，表现好能得个称号，带不带都行。要是带了会有加成，但也会被其他冒险者盯上。有些专找低等级地下城入口的猎人，就爱顶着称号在可疑的人边上晃悠。要是被怀疑的人被称号吸引，表现不自然，
那猎人就知道这人是冒险者，接着只要跟着他，就能找到野生地下城入口。啊，这样吗？真是学到了。没啥反应，看来他真不是冒险者，就是个有点钱想当冒险者的弱鸡作家，那就没价值了。幸亏我先和抄袭任务5开这个称号太丢人了，没装上，不然今天肯定暴露了。安哥那边应该已经快拟完你的健身合同了，咱们过去吧。好的。国内有名的畅销书作者，还是专门写冒险者题材的。怪不得他有财力和动机买我的课，是想把身体数据打磨上去以后进军冒险者行业吧。而且他对课程的学期也没有明确要求，不像是发现了野生的地下城入口需要快速通关的样子。确实，程海是冒险者，或者他发现了野生的地下城入口的概率确实很低。这样，如果徐茂带着他回来的时候，他的注意力没有放在我的头顶，那就走正常流程吧。如果他有异常，那就别怪我了。合同拟好了，你看完如果觉得没问题就签吧。好的。喂，不是吧？连健身馆的3A 级教练也……这边。那小子刚才看我的时候表情正常，视线也没停留在我头顶的称号上，看上去不像是刚发现地下城入口的小白。徐茂，你没做多余的事吧？怎么会呢？我可是健身馆的签约冒险者。那就没有持续关注的必要了。签好了。这份是您的，请收好。等下安教练会带您做体能测试。好。停吧。和我判断的差不多，你的体能也偏弱，敏捷测试就不做了。接下来的1周，我们主要做力量和体能塑造。你一般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都有时间。行，那明天上午10点来健身馆找我，早饭别吃太油的。没想到国内规模最大的健身机构竟然会干这种勾当，依靠对新人冒险者和冒险者候补的身体塑造业务来钓鱼。如果我今天的演技再差一点，就要被他们瞧出问题，吃干抹净了。怪不得东山这种小地方会有3A 级教练常驻，恐怕全国各地……等等，这样看，所有和冒险者沾边的服务应该都有坑，包括我买的锁子甲。还好我当时觉得在同一家店购买防具和兵器的行为有点不打自招，不然网购锁子甲的时候就暴露了。看来我还是低估了冒险者这个职业的潜在风险。得调整一下计划了。原本想着等锻炼的差不多了以后再来挑战这个地下城，但没想到现实世界如此残酷，针对低等级冒险者的坑到处都是。虽然今天运气好避开了一个坑，但我总不会每天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吧？只能冒险来地下城提升冒险者等级了。这次的脱离条件是鱼人眼珠吗？对了，不知道昨天那只的眼珠可不可以？早都被啃光了呀！看来这附近有类似野狗的生物。不过好在眼珠还在。好耶！今天可以不用战斗了，等下只要记录一下这地下城的地形。鱼人呢？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吓我一跳。只是一只落单鱼人的话，我根本……运气很好，2只我肯定打不过呀！快润！
你都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嚣张，没发现吗？你和你的同伴跑散了。哼哼，现在换我来进攻了。累死我了。不是吧？这次的评分明明更高，为什么反而没奖励啊？入门级地下城的爆率原来这么低吗？不过如果其他冒险者也是这个情况，那么他们是怎么赚到钱的？还是说有什么常识是别人知道，但我不知道的？明天找机会去问徐茂和教练。哎，徐茂和安教练还没有来吗？徐茂去隔壁室了，大概要过几天才会回来。安教练今天临时有事，得中午才能来。好吧，那我先去 VIP 室做体能训练。我外出的这几天，他都是这个训练强度。对，那可真够拼的。这样看，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把力量和敏捷提升到11了。对，如果他能一直保持1个季度下来，力量、敏捷和体质恐怕都能到12。说起来，教练你就没考虑过把他吸收进健身馆吗？这种有钱又有行动力的好苗子，只要不出意外，以后绝对能成为中间冒险者。你回来之前我就问过了，但被他拒绝了。他想通过黑市的路子成为冒险者，然后当独狼。陈海，你这也太拼了，练这么猛很容易受伤的。还是说你打算今年就成为冒险者？能尽早成为冒险者，肯定要尽早。拖久了，以我的财力恐怕就上不了车了。毕竟时间越往后，冒险者名额的价格也就越贵。倒也是。算上前天安教练的招揽，我大概可以肯定，徐茂和安教练已经排除了我拥有入门级地下城入口的可能了。接下来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发什么呆呢？在想事情？没，可能是太累了，有点走神。你这样肯定不行，频繁的超负荷运动只会累积伤病风险，真受伤了反而会拖慢你的塑身进度。我也意识到了，后面应该会减少训练量。对了，截止到现在，你的前期投入都赚回来了吗？还早着呢，照现在这进度，起码得等我到11级才有可能回本。为什么是11级以后？因为1到5级的冒险者挺好混的，有老手带着，完成任务就能撤退，死亡率极低，没想法的就可以这么混等级。而6到10级后，任务变难了，怪物的情报就值钱了。上阶段的混子在这阶段就去收集情报，死亡率虽然变高了，但还能接着混。只有到了11级，地下城的难度提升到混都没法混的时候，才是我这种冒险者开始盈利的时候。这个阶段的冒险者对实力的提升最为迫切。装备、奇物、技能书，一切能提高生存率的东西，都能卖出很高的价格。不是，我不明白，11级后的地下城那么危险，为啥6到10级的冒险者不提前准备？不提升有很多原因，一是官方不管民间冒险者攻略地下城的事，好多冒险者到11级就想退回去过正常日子了；二是地下城的东西只能让一小部分冒险者在精英地下城混下去。11到15级赚得多，但风险也大，而6到10级有人光靠收集情报和做后勤就能回本了，所以他们也就没必要冒着生命风险去11到15级这个阶段打拼了。
原来如此，所以冒险者在6级，不，在更早前就已经完成分流了。哼，真是学到了，怪不得我在论坛上很少找到有用的情报和攻略。原来有很多人靠卖靠谱攻略和情报赚钱。不过更让我惊讶的还是这件事。同一个地下城，冒险者就算反复刷脱离任务，也只能得到1次结算奖励。这样看，这个地下城入口能为我带来的价值，就只有通关奖励，以及将误入其中的普通人转化为冒险者这2点了。考虑到我本身并不缺钱，我还是尽量单刷这个地下城，然后再考虑要不要继续当冒险者吧。先用徐猫教我的方法，前期以收集情报为主，有十足把握了，再考虑通关的事。脱离条件找到湖？啊，这次的脱离任务竟然不需要战斗？还好买了一架无人机做辅助，不然纯靠人力搜索找湖肯定是个大工程。这是什么？刚才那个应该是鱼人吧？虽然外形和气场和我之前遇到的鱼人有很大差别，但他应该也是鱼人，只不过等级应该更高。算了，先不管他。等我完成了脱离任务，再回来找那只橘红色鱼人。找到了！哼，怪不得森林地形的地下城会刷出鱼人这种怪物，原来森林深处藏着一个这么大的湖吗？这样的话，脱离任务就算完成了，不用和鱼人接触可真好啊！接下来，是那只橘红色的特殊鱼人。幸亏我刚刚反应快，不然可就重伤了。不过我新买的无人机的遥控器，我的心在滴血啊！不对，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这只鱼人的速度太快了，我必须慎重对待。啊！一只、2只、3只、4……好险！什么情况？这个人怎么还没死啊？如果不是穿了锁子甲，我这条胳膊估计就废了。这家伙真的是新手级冒险者会遇到的对手吗？如果只是和这只橘红色鱼人单挑也就算了，关键我还得抽出一部分精力来处理身后这几只杂兵。不管怎么看，这个地下城的难度绝对超纲了呀！要不逃吧？脱离通关任务重置了。我说全岁，你这样很像是在虐尸出气。有吗？归根结底，还不是这只哥布林太弱了，扛不下我的拳头。能扛住才怪呢！明明只是 Level 5，却有着不下于 Level 9冒险者的综合实力。你这样的怪物，在入门级地下城里，
怎么可能会遇到对手嘛？有的哦。如果我能遇到传说中的 bug， 那就能在低等级地下城里遇到下一阶段才能遇到的强力怪物。只要能从他们手底下活下来，我就能拿到补偿奖励——奇物升级券。到时候我成为传说级冒险者，就更有戏了。果然，我和你们这种明明还只是 level 5，但眼光却已经放在传说级冒险者上的怪物，是真的合不来。不过，奇物升级券和它的获取方式，无论怎么看，都只是博人眼球的谣言吧。在高战力异常鱼人个体的追杀下活过3分钟，任务完成后将得到额外补偿，奇物升级券。不是吧？我都准备逃命了，你给我整这个，要玩死我吗？我这算是被逼上绝路了吧？早知道当初就不该成为冒险者，好好当个畅销书作家不好吗？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其实很清楚，这些年因为写冒险小说的缘故，我一直对地下城有向往，向往自己成为冒险者，体验那紧张而刺激的冒险者生涯。是的，虽然我怕死，人怂又不能打，但我的冒险人生绝对止步于此。想想，我现在还有什么牌？我现在还能打出什么牌？使用称号，我与潮汐鱼人5开。身体变轻盈，力量也变强了一点。不止如此，这些鱼人的动作也变得迟缓了许多。我的动态视力也加强了吗？能行，现在的我能行。没想到高级鱼人说的话，我竟然能听懂。就剩你了，头目。我是干掉了这只下级士兵，别再得意忘形了啦！我知道的，即使身体能力获得了大幅度提升，穿上这一层锁子甲的我，依然不具备能和这只橘红色鱼人拼速度的可能。机会只有一次，利用鱼人直线攻击和我头部暴露的弱点，对方的进攻方式、路线和目标都已确定。我要做的就是舍弃头部的防御，用它做诱饵，争取到一次以伤换伤、重创对方的机会。如果这一次机会我没有把握住，那么吃到教训的他，必然不会再给我翻盘的机会了。这种生死皆在一瞬间的体验，真让人血脉喷张，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就是现在！我这不是挺能干的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开什么玩笑？我居然会被这种弱者可恶！
这下总不能还判定我是菜鸟了吧？平平无奇的保温杯吗？对，平平无奇保温杯。使用起雾升级券。啊！活过来了。已经愈合了。冒险者面板，冒险者等级竟然提升了，不过还是菜鸟。哦，感知也提升了一点，还获得了一个新称号——至死地而后生。哼，倒是个意外之喜。再看一下通关任务重置后变成什么了。挑战等级上升了，脱离任务刚刚也完成了。不过这通关任务捣毁潮汐鱼人的孵化池吗？算了，这个通关任务明显不是现在的我能处理的。溜了溜了。是错觉吗？怎么感觉这个地下城入口变大了？等级不足，这个地下城升级了。这么看来，我刚才完成的脱离任务，其实来自更高等级的地下城。怪不得任务难度提升了那么多，脱离任务掉落的奖励这么丰厚。隐藏职业，我没记错的话，论坛上有个大佬，好像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的稀有性和重要性来着。哼，那必须要转职啊！啊，什么情况？感知竟然提升了，死亡行者也算是新职业了。越接近死亡的话，属性点提升就越大，可以1至4点。啊，刚刚啥玩意儿？我家？这就是感知16以后的世界吗？即使闭上双眼，我的大脑依旧能够准确勾勒出客厅每一角。真不敢想象，20点感知的人类眼中的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说起来，我与潮汐鱼人555开这个称号的效果，刚刚在地下城已经体验过了。这个至死地而后生的称号，效果又会是什么呢？被逼入绝境以后，就能得到力量、敏捷、感知，每个加4点的加成。这个称号的触发条件和死亡行者的触发条件差不多哎。等等，也就是说，死亡行者搭配至死地而后生，极端条件下可以给我带来8力量、8敏捷、9感知的提升。哈哈哈哈！这也太超模了吧！胆子再大一点，以后遇到打不过的敌人，我完全可以靠自残触发效果让属性提升。等干掉敌人以后，再用稀奇古怪的回血药水把状态拉回来。而且回血药水的用处也不止于此，有了它，我再也不用担心健身过度肌肉拉伤了。反正每天都能回一次血，完全可以想怎么练就怎么练。真惊人！谁能想到，不久前还只是个健身小白的他，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达到了正常人要用1年才能取得的成果。就他那训练量，换别人来早就去 ICU 报道了。但他一通瞎练下来，还能活蹦乱跳，
说明他体质很牛啊，至少有16，甚至都有可能17或者18了。安教练，你这次是看走了眼呐。陈海还在练呢。啊，恭喜啊！你现在的力量、敏捷应该已经到达12点了。以你现在的身体素质，准备充分的话，是完全有能力完成新手级地下城的脱离任务的。真的不考虑加入健身馆，成为这边的签约冒险者吗？我可不想当一个会被合约束缚的冒险者。那真是太可惜了，我还以为能分你成为同事，以后一起攻略地下城呢。不是同事，也能一起攻略地下城。对了，我打算从散人手里购买冒险者名额，这方面你有什么忠告吗？忠告嘛。那我推荐你去找散人联合。散人联合？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好像是国内最大的散人集团吧？对，如果你想走黑市的路子购买冒险者名额，那么我只推荐你选择由散人联合提供担保，或者他们自营的低等级地下城入口。为什么？我感觉找独狼冒险者明显更好啊，省钱又省力。因为涉及到冒险者名额买卖，无论买方还是卖方，其实都存在巨大的交易风险。卖家怕遇到伪装成萌新的入口猎人，买家怕交了钱对方不办事。但有散人联合的介入就不一样了，虽然他们的佣金很高，但是作为冒险者资格、地下城相关产出生意的龙头，他们为买卖双方提供的契约书还是很值得信赖的。原来如此。查了一下，整个漳州只有云霄市的这个老廖稍微靠谱点，找了散人联合做担保。这边，云霄老司机，没错，你就是爱写作的东山市民吧？你好，就差你了，快跟我来。签完契约书以后，我好带你们去地下城。好了，契约的内容分3项：一，交易完成前尾款钱我方承担；二，双方都不能做出违反安全协议的行为；三，不能向任何人暴露此地下城入口的具体位置。诸位对契约内容有疑问吗？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契约成立。手臂在发光哎！哟，好神奇啊！好了，我的工作完成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为诸位服务。等下大家再跟我走一段路，我带你们去地下城入口。这个地下城入口的位置确实隐蔽，难怪没有被官方和云霄市的资本发现。好了，大家排好队，按顺序进入。我先走一步，给大家带路。这批新人怎么样？哦，太酷了！我也是冒险者了，真好。还行，没有看起来像刺头的。那就好，等会儿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卖家原来有2位吗？好了，大伙儿看向我这里，学着我的样子对空气喊：“冒险者面板！”冒险者面板！大家可以在冒险者面板的个人信息栏查看到自己的基础属性，往下滑动，可以在任务栏查询任务。不是吧？我的基础属性原来这么低的吗？冒险者面板上的内容只有冒险者本人才能看到，所以不用担心个人信息暴露的问题哈。麻烦大家把你们的脱离任务报一下，我这边做一个整理。任务吗？哟，这个物种，论坛的入门级地下城怪物图鉴里好像没有。这个地下城有问题。
这个地下城该不会和我家里的那个一样，存在某种致命的设定吧？基于幸存者偏差，如果一个入门级地下城的怪物没有被收录进论坛的新手常见怪物图鉴，那只有2种可能：要么它确实很罕见，要么就是遇到它的冒险者基本都死在地下城里了。警告！警告！此人违反了安全条例，未说出正确的脱离任务。那个眼镜男说谎了？不是吧？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有人触发安全条例了？你听我解释，肯定是他出 bug 了。契约式的契约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对你这样的菜鸟来说，它是不会出问题的。你的脱离任务绝对不是采集高价值草药，你骗了我们。他刚进冒险者圈子，不懂规矩，做错事也情有可原。您大人有大量，再给次机会嘛，是不是啊？对，再给我次机会吧。下不为例。大家再说一遍自己的脱离任务哈，这次别搞错了。我的任务是找到湖中女妖。我是聆听女妖之声。我的是凝视女妖10秒。我的也是找到女妖。接下来我会带大家去女妖出没的林中湖泊，大家跟紧一点，别掉队哈。冒险者面板。他在干嘛？呼唤湖中女妖。他怎么知道这样做可以召唤湖中女妖的？这就涉及到商业机密了。女妖出来了！我的脱离任务完成了，我的也完成了。8、9、10。大家把耳塞戴一下，女妖马上就要唱歌了。不戴的话会怎么样？女妖的歌声会破坏你的大脑。刚成为冒险者的 Level 1萌新，一整首听下来，大概会当场暴毙吧。什么？流鼻血了，就听了这一小会儿嘛。还好我戴了耳塞，歌声听得不真切，不然恐怕已经死掉了。大家的脱离任务都完成了吗？都做完了，那咱们就原路折返回去了哈。搞笑，让我们原路返回？来之前我已经查过了，地下城里的植物和矿产都是很值钱的。你这么急着赶我们走，不会是想要独吞这个地下城的产出吧？我们可是付了钱的，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地下城采集高价值草药和矿产来回血？等一下，咱们的契约书里可没有这条。但也没有不准我们完成脱离任务后采集高价值草药和矿产的条例吧？原来冒险者还可以在地下城内采集草药和矿产的吗？你不知道吗？其实大部分冒险者并不具备通关能力的，他们主要的盈利方式就是搬运地下城内的物资和收集怪物情报。你是觉得脱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又碍于契约不能对你出手，所以可以发难了是吗？不然呢？真是笨蛋！但有一点你没考虑到，那就是我并没有和你们签订契约啊。你们两个什么意思？没什么，单纯看不惯而已。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理由其实挺合理的，只是一些药草和矿产，
没必要那么计较吧。但是基于契约文书第1条的话，如果有人死亡，我们就拿不到尾款。你可以保护我们啊，作为回报，我们可以将采集到的一部分物资分给你。不好意思，我们并不想冒这个风险。真的只是因为不想冒这个风险吗？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地下城藏着别的秘密，你们怕我们发现它吗？我明白了，你不是新人冒险者，你是奔着通关任务来的。老六，你应该能感受到吧？咱们之间谁更强？可恶！地下城让给他们，我们走。啥？你等等我呀！他们为什么就这样走了？这不很明显吗？这2位帮我们说话的朋友，其实是比那2个人更强的冒险者呀。过奖，其实强的不是我，是我的这位朋友。等等，不太对，3人联合的契约师不会蠢到让假装萌新的冒险者轻松找到契约书漏洞，这不符合逻辑。大家可以自行选择，接下来是单独行动，还是跟我们一起行动？单独行动的话，你们的收益可以独享；如果跟随我们一起行动的话，通关奖励我们要1半。1半？这么多？这叫多？你没仔细听吗？是通关奖励的1半。这2位资深冒险者的目标是通关。新人冒险者的通关率一般只有10%，甚至更少。就算分出去1半，我们也领先了90%的新人冒险者。大叔，你别得了便宜还叫委屈啊！所以这其实是好事。对新人来说，第1次通关时间是重要分水岭。新人冒险者越早拿到通关奖励，未来的冒险者之路就会越顺畅。那就是说，就算我只拿到1半的通关奖励，也会比绝大多数同等级的冒险者要强吗？如果你没有浪费这些开局资源的话，确实是你要强一点儿。请让我也加入你们，也包括我。我也要。那帮没良心的，签契约书前都说好了，只涉及脱离任务，其他不包的。任务一完成，他们就变脸了。差不多得了，都走了这么远，他们不可能再跟着了。你不用演了。哦，不过你这次演技提高了不少嘛。刚才我一度以为你打不过那个顶着战斗专家称号的冒险者来着。我确实打不过他。啊？不过他也很忌惮我就是了，要不然不会用劝退的方式赶我走。原来如此，那你觉得他们能通关吗？可能性太低。个人判断，这批冒险者里，最多只有1到2个幸运儿能活着走出这个地下城。什么嘛，这不就和之前的几次一样了吗？真没意思。哇，酷哎！既然大家已经决定联手通关，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能够为认同我、信赖我的队友带来一点基础属性的随机增幅。他说的是真的，我的力量加了1点，我加的是感知，我的也增加了。体力涨了1点。原来团队领袖这个称号是用来提升自己的队友啊，还怪好用的。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只知道口琴声能召唤女妖，并不知道其他的召唤方法。女妖要是一直躲在湖里，大家的通关任务就没法完成。这不是问题，我的称号可以让我强制激怒指定目标，被激怒者将减少2点智力，变得冲动易怒。他也是冒险者吗？至于建立强制对话的方法，只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就可以了。蠢货，你过来呀！成功了，他被我激怒了。剩下的交给我吧。大家散开，让战斗专家来先是女妖，其他人换上耳塞，在外围找机会。死！传过去。
是魔兽，竟然是灵体！等一下！还好有2-3，只是鼻子出血。不是吧？这个女妖原来是个妖魂！有把握吗？有，但是会比较费时间。上一个地下城刷出来的僧侣之拳应该会有效，但熟练度还没上去，打起来会很慢。慢就慢了，这只女妖应该没有其他攻击手段，对我们的威胁很小。我有预感，这个地下城的通关奖励会非常丰厚。哼，愚蠢的选择。等等，你先别走。不是吧？10万个人里都不一定能出一个的感知16点的人，竟然让我……你为什么觉得他们的选择是有问题的？使用称号，他们当我不存在，真晦气。喂，你搁这对空气自言自语什么呢？不是，我刚才……不是没人吗？幻觉吗？有东西过来了！什么东西？有效果了！什么声音？我们搞错了，这个地下城不止一个女妖，那2个卖家没安好心。不是吧？这也太多了！不行，这个数量2-3已经没用了。还傻站着干什么？跑啊！为什么总是让我遇到这种事？天河子爷那时候是，现在还是。看在你老婆和女儿的份上，我觉得应该放过你。谁叫我最喜欢看别人抱憾终身，活在憎恨和痛苦中的样子呢？你们以为我是谁？给我滚开！妈妈，我错了。来呀，也不怕你们！来呀！被摆了一道啊！怪不得那2个入口持有者的契约没限制3级以上冒险者进来，原来是想引4到5级的冒险者来通关。等我们团灭后，就进来捡我们的通关奖励，真是好算计。关于如何杀死这些女妖，你有建议吗？这声音，有建议就赶紧说。女妖不光靠声音攻击，还有别的攻击手段。我费了听觉才勉强躲过第1轮奸笑。你是爱写作的东山市民？对，真是看走眼了。没想到你一介新人竟然比我们这些老手反应还快。但是你不是听觉被废了吗？怎么还能听到我说话？好，我感知16，可以读唇。原来如此，这个地下城我认为是无解的。那些女妖能免疫一切物理攻击，老实说，这根本就不是正常4到5级的冒险者小队能处理的。哦，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还有一个办法，除了僧侣之拳，阿良还有一瓶被僧侣祝福过的神油，涂抹长剑后，应该也能伤到那些女妖。不过，这也就给你能伤到他们的力量。我不信新手冒险者能从这么多幽灵的围攻里杀出去。但总不能坐以待毙吧？置死地而后生。
能听到吗？我问过你的同伴了，他跟我说，要通关必须从你那里拿到被僧侣祝福过的神油。通关吗？能帮我拿一下吗？不好意思，我眼睛瞎了，恐怕没办法操纵冒险者面板取出你要的东西。这样吗？不过，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得到它。什么办法？你干什么？就是以死后掉落的形式让你获取。其实我也不是非要那碗油杀人夺宝不可。20点的敏捷足够我甩开女妖逃出地下城了。我就是想试试能不能通关。虽然无论怎样，你都不可能活下来。哇，真的很吵啊！对邪恶生物伤害加点点，那么开始反击吧！好像有人从里面走出来了。哪有人啊？你看错了吧？不是，我真感觉到了。果然，他们那不能攻略的地下城设陷阱，引同等级冒险者来做通关任务，把人坑死在里面，接着捡掉落的东西，或者等冒险者重伤出来就杀人夺宝。雇主的儿子应该就是这么被害死的。石斧秃鹫是指利用高难度地下城坑杀同等级冒险者，然后拾取对方掉落的堕落冒险者。好险！如果再多几只女妖，我恐怕就要被逼出回血药水这个点牌了。您的绝妙操作取悦了路过的死亡主宰，得到其恩赐，亡灵亦不能杀死我。该恩赐可以使您互免一次来自亡灵生物的死亡判定，免疫一次来自亡灵生物的死亡判定。好霸道的额外奖励！额外奖励都这么丰厚了，合并结算的奖励还高于单独结算，那么肯定要合并啊！果然，除了稀有级奇物和新称号以外，还给我报了2个专属技能。这个地下城的奖励太丰厚了，难怪它的难度如此超标。爱写作的东山市民，你还活着吗？怎么没声音了？哼，差点把他给忘了。你现在感觉如何？能站起来吗？有点难。那只能扶着你了。其他人是不是都死了？胖子、四眼、大叔，还有你的2位同伴，都死了。你应该不是第一次进入地下城吧？哼，我还以为你不会主动说破呢。如果我说我能保守秘密，并将我得到的奖励作为酬劳全部送给你，你能不能不灭我的口？但你死了，同样可以保守秘密。那你就得不到我的通关结算了。而且，云霄老司机和他的同伴肯定在地下城入口附近蹲幸存者。我可以帮你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相信我，让我活着走出地下城，对你来说是最有利的选择。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有人出来了。哎呀，刚才那次算我看错行了吧？等等，地下城在坍缩，他们通关了。不对，小溪右边的冒险者，他绝对不简单，肯定是狼。先干掉一个弱的，接下来
到你了。东山市民，你好大的胆子！不是吧，不是吧？不会真有人觉得自己坑完人不会被报复吧？呵呵，这么霸道的吗？闭嘴！哎呀，我好怕呀！你这家伙找死！这俩人相互厮杀的程度，有些7级甚至8级的冒险者都没这么夸张的速度。不可能！带上这个称号以后，我的速度竟然还是没你快，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你的敏捷难不成有17，甚至18？可，你猜？冒险者面板！哼，不比速度了。不比了。这本来是为那个战斗专家准备的，不过给你也没差了。来好好感受一下我从黑市高价购买的变种蜘蛛毒素吧！什么嘛！你这毒抗完全不行啊，比普通人还差！连反击的力气都没有了吗？太慢了，太慢了！你这样是伤不到我的。哼，蜘蛛毒，这就是你为我们准备的手段？怎么样，喜欢吗？作为7级地下城蜘蛛地穴的特殊产出，可以极大的削弱低等级冒险者的力量、速度和体力。迄今为止，因为它而败在我手上的5级冒险者已经有4个了，而你将会是第5个。然后呢？你应该不只准备了这点手段吧？全都亮出来吧！切，不会吧？难道这就是你的全部了？当然不止这些。佩戴了毒素携带者称号的我，呼出去的气体、身上的汗液和血管里的血都是带毒的。和我僵持的越久，你中的毒就越深。这战术太吓人了，在6级以下几乎是无解的。我明白了，是我高看你了，我还以为你藏着什么大招呢。关闭技能，与死亡共舞。不可能！怎么还有这么快的速度？哼，你猜？啊！别太得意了！太慢了，太慢了！你这样可是伤不到我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明明只是个独狼，怎么可能比杀了大量5级冒险者的我还强？没什么不可能的，在舒适区里泡着的你，永远也看不到与死亡同行之人所看到的风景。但是，溺死的往往都是会水的，散人只有劣势更弱小的散人，才能积攒出大量的财力和武力。我的路才是正确的。对普通人来说，或许你才是对的。不过，在我看来，与死亡同行之人，如果走到了极致的话，未必不能超越死亡。不是吧？那么强的人，竟然这么轻易的被……啊！你这运气也太差了吧！啊，徐茂，你怎么来了？来看你啊！第一次进地下城就遇到了能免疫物理攻击的怪物，好不容易通了关，还被师傅秃鹫堵门。
不过也多亏了这次经历，让我得到了置死地而后生这个称号。也是，还算幸运。那些传说级冒险者，哪个没在5级以前越级挑战过对手呢？对了，个人建议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主要称号，情报泄露是很致命的。冒险者要防的不只是地下城的怪物。原来如此，学到了。虽然女妖之森的入口持有者，官方说是被另一个幸存者杀了，但我查过，那人主要称号侧重团体战斗，单人作战能力没强到能杀掉2个10辅秃鹫，所以，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什么，我只是突然想起来，高教练月底就要回东山了。你这边养好伤以后，记得回健身馆报到。关于你的塑身计划，要进入第2阶段了。好的。你不打算做攻略型冒险者了？没错，这次地下城经历让我明白，我没当传说级冒险者的本事。与其在这阶段的地下城拼命，还不如到6到10级的地下城多弄点钱，然后就隐退。哎，不过你和我不一样，你有成为传说级冒险者的潜力，但前提是你得改掉独狼的习惯。为什么这么说？独狼玩法在10级前的地下城能提高任务结算评分，多拿奇物、称号和技能，但11级到15级的地下城难度大增，光靠个人根本过不去。如果你想成为传说级冒险者，10级前就得组建自己的攻略团队，不然在11级到15级时，要么会掉队，要么就会被官方财团收编，就没机会再往上提升了。团队嘛，害死我儿子的秃鹫们已经死了，杀死他们的人就在这2名幸存者之间。你认为谁才是帮我儿子报仇的恩人？他。小海，你就是女妖之森的通关者程海吧？我们对你在女妖之森得到的通关掉落很感兴趣，你开个价吧。不卖。他说不卖，他不会真的以为我们是在跟他商量吧？那我换种说法，把你在女妖之森得到的东西交出来，立刻马上，不然有你好看。你们在干什么？不许骚扰我们医院的病人，走开！烦人的家伙来了，哥，我们走。切，真晦气。下次他们再来骚扰你，你就来找我。我哥哥是10级冒险者，他们不敢惹我。谢谢。不要，该说谢谢的人是我。我的好朋友死在了女妖之森，你和王先生攻略了这个地下城，还铲除了用它钓鱼害人的秃鹫。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啊！我和我死去朋友的家人都很感激你。总之，这是地下城暴走后的随机拉人现象。怎么还会拉我呢？突！大家不要惊慌，我们只是被拉入了翻转后的入门级地下城。不是吧？我就来医院看个牙的功夫，怎么就被拉入地下城了？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打开冒险者面板，确认你们的脱离任务。展开面板。5级的生存类地下城，哇，这次可能要死很多人。什么？云霄市医院发生入门级地下城翻转现象，
有20人因此凭空消失，朱德也在这20个人里。情况如何？失踪人员名单已经整理出来了。被卷入地下城的一般民众有17人，冒险者3人。我们还找到了失控的地下城入口。不过什么？你的脱离任务和通关任务是什么？消灭10具骷髅士兵，存活1小时。你的呢？我的也是。那看来大家都一样。老弟，咱们的脱离任务难度和他们的不一样啊。还有那个叫陈海的小子也被拉进了这个地下城。正常，生存类地下城的脱离任务是根据挑战者实力的强弱划分的。至于那个叫陈海的，等咱们做完了脱离任务再去找他。那个，大家听我说，这个地下城非常危险，请大家捡起地上的兵器，3到5个人为一组，凑齐脱离条件以后，尽快离开吧。完成脱离任务以后赶紧离开，你算老几啊？在这指挥本大爷？说不定是人家想把咱们忽悠走了以后，独吞地下城的宝藏呢。不是，这个地下城真的很危险。这俩蠢货脑子有坑吧？对地下城的危险没有认知也就算了，还在这带节奏。这位先生是非常强大的冒险者，他前几天刚通关了一个难度非常高的地下城，还和同伴联手除掉了食腐秃鹫。真的假的？就是锦城家园那栋烂尾楼，听说害死了好几10人。哦，想起来了，请大家相信他的判断。这个护士干嘛一直夸我呀？好烦呐！不过好在效果还行，能引起这些新手的重视就好。等一下，如果这个地下城真的那么危险，那你觉得就凭我们这些普通人，真的有能力完成脱离任务吗？先不说消灭骷髅士兵有多难，就按你说的，3到5人一组去猎杀骷髅士兵，最后肯定是青壮年组队，老弱被抛下。请问，你考虑过被剩下的人的死活吗？有道理。分开行动的话，士兵听起来就很难对付。就是，那就死定了。很多人就是因为单走，才被地下城里的怪物杀死了。姐夫说的没错，被拉入地下城后，一定要拉拢人心，来拿到话语权，再利用话语权来强迫冒险者当我的保姆。能通关高难度的入门级地下城又如何？当你开始在意这些渔民死活的时候，你就注定得当我的保姆了。你们能信任我吗？那跟我走吧，我带你们去完成脱离任务。好的。谁允许你们走的？作为在场唯一一个有地下城攻略经验的冒险者，你难道不应该留下来保护我们吗？对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看他就应该帮我们把脱离任务给做了。对，送佛送到西嘛。第一，我不是官方冒险者，我没有义务来保护你们的安全。第二，不要对我道德绑架，不然我真的不介意走之前打断你的腿，把你留在这里自生自灭。